美国终于出手了。在10月19号，一艘在中东红海附近行动的美国军舰在也门附近拦截了多枚导弹。经过调查后呢，五角大楼认为这些导弹很有可能是冲着以色列去的。而美国这次出手则做到了先前对以色列的承诺。下面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事情发展。我们都知道，先前以色列和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美国在第一时间呢就支援了以色列，但从其大部分举动来看，似乎并没有直接参与这场战争的意思。派出的航母战斗群主要还是用来威慑其他国家的，而那些特种部队呢，也大多是和以色列分享情报为主。再加上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武力本就是不对称的，因此在这段时间里呢，也让人们认为美国可能并不会过多的干涉这场冲突。但随着冲突的进行，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还是遭了殃。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官员在当地时间19号表示，美国军队最近几天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多次遭到袭击。位于叙利亚南部叙约边境的美军坦夫军事基地在18号遭到了2架无人机袭击，其中1架无人机被美军拦截坠毁，另1架无人机撞击基地后呢，导致联军受到轻伤。同一天早上，美军在伊拉克预警系统显示，美军驻伊拉克的艾因阿萨德空军基地可能受到威胁。这是因为在17号，美军在驻伊拉克美军和联军基地附近拦截了3架无人机，其中2架无人机是瞄准了艾因阿萨德基地。在伊拉克北部的巴舒尔空军基地附近，美军拦截并摧毁了1架无人机，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随后，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装当即跳出来表示，如果美国继续支持以色列，他们将继续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国利益。到了10月19号，也门胡塞武装又突然向红海发射了3枚对地导弹以及数架无人机。此时呢，美国在红海地区部署的卡尼号驱逐舰在发现后及时启动了自卫系统，成功拦截了所有的导弹无人机。据说卡尼号驱逐舰使用了标准2和标准6防空导弹来拦截来袭导弹，并使用近程武器系统来拦截无人机。美军在研究后认为这些导弹从也门发射，正沿着红海向北移动，很有可能是指向以色列目标。同时，五角大楼还声称，这次行动展示了我们在中东建立的一体化防空反导架构，我们准备在必要时利用这一架构保护我们的合作伙伴和我们在这一重要地区的利益。这番话呢，也让不少人认为这次拦截行动可能意味着在本次冲突中，美军打响了保卫以色列的第一枪了。需要注意的是，卡尼号驱逐舰呢，并不是普通的军舰它属于阿里伯克级驱逐舰，在1996年投入使用，被视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海上作战平台之一，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执行防空、反舰、反潜及对陆攻击等任务。这次出现在红海周边，是随着福特号一起对以色列执行援助任务的。当然，也有小道消息说，这次任务中呢，卡尼号还载有美军精锐的海豹突击队，其主要目标呢是执行秘密陆上任务，包括打击伊朗的核设施和哈马斯火箭制造工厂。至于这个消息是真是假还无从考证。虽然这款驱逐舰的年龄较大，但在它的服役生涯内呢，也经历了不少升级。在2009年11月12号，导弹防御局宣布，卡尼号将在2012财年升级至标准导弹3能力，以便作为宙斯盾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一部分发挥作用。到了2016年，包括卡尼号在内的4艘驱逐舰接受了美军的自我保护升级，用 RIM-116拉姆导弹发射器取代了船尾的20毫米火神炮，这也是近距离舰艇防御系统首次与宙斯盾舰搭配使用，这样呢，让其防空能力得到了再次提升。而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虽然并没有爆出是哪款型号，但我们也可以根据当前也门地方武装手中的武器进行一些猜测。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胡塞武装的武器和哈马斯可是不一样。该部呢，被认为是装备最现代化的游击队，其手中拥有着各种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等武器。其中射程最远、威力最大的是火山系列液体燃料导弹，
2016年9月2号，火山1弹道导弹首次亮相。这是一种单级液体燃料发动机导弹，其外形和流星相似，不过长度呢加长了约 1.5 米，弹头减少了200公斤，这也让其射程增加到700公里。这种增程做法和伊拉克的侯赛因弹道导弹做法相似，它的首战呢是打击沙特境内的法赫德国王空军基地。攻击效果怎么样？先不必提，至少这个射程还是足够的。这里距离也门境内有525公里。不久后呢，胡塞武装又研制出了改进型火山2弹道导弹，该导弹采用新的3锥头式弹头设计，弹体和火山1导弹基本相同，依然是有4片尾翼。2017年2月5号，火山2导弹就投入实战了，打击沙特境内目标。此后，胡塞武装又推出了火山 2H 弹道导弹，火山 2H 导弹取消了弹体大尾翼，改为了小尾翼，仍采用燃气舵控制飞行方向。胡塞武装宣称，该弹还装备了可以躲避拦截的智能弹头，最大射程是850公里。2017年，美国根据掉落在沙特境内的火山 2H 导弹残骸分析得出，该导弹是采用了更轻的铝合金制造，可以减轻弹体结构重量，以装载更多的燃料。这也是火山系列导弹射程能够达到这么远的原因之一。除了火山系列之外呢，胡塞武装还拥有不少巡航导弹。今年，也门胡塞武装就曾在首都萨那举行的大规模阅兵式上展示了大量巡航导弹和武装无人机。其中就有2种新型巡航导弹，分别是圣城4巡航导弹和圣城 Z0 反舰巡航导弹。这是圣城系列巡航导弹的最新产品。值得注意的是，这2种导弹呢，都具有浓重的伊朗血统。毕竟我们也都知道，胡塞武装和伊朗之间一直有着紧密的联系，两者由于派别原因天生亲近，因此伊朗对基本没多少工业能力的胡塞武装不仅提供金钱支持，还有军事人员的培训和武器装备的支持。一般情况下，伊朗拥有的导弹会在经过改装后就出现在胡塞武装的手里。比如圣城系列巡航导弹就是在伊朗的苏马尔导弹的基础上研发而来的。不过从细节上对比，可以看出这玩意儿比苏马尔小得多，射程推测为700公里。两者的外形也有众多差异，比如说该导弹没有采用弹体中部的内部折叠弹翼，而是选用了弹体底部固定式的平直下单弹翼，也采用了吊挂式发动机。发动机尺寸与外形也与苏马尔的不同，助推器的尾翼也是很特殊的切角梯形，主打一个简洁化设计。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不需要太高的工艺，而且价格便宜。至于那圣城2和圣城3巡航导弹，由于其单体长度要比圣城1更粗更长，因此大兵个人认为其射程应该会增加到1000公里左右。至于那款胡塞武装展示的圣城 Z0 反舰巡航导弹，外形跟圣城4没啥大差别，因此性能应该也类似。圣城 Z0 反舰巡航导弹最大的不同呢，是采用弹头的光电或者红外导引头，但呢，这是需要导弹的中段制导精度要足够高，还要需要目标的坐标要足够精细。本次胡塞武装能够拿出新巡航导弹，也说明了它和伊朗的贸易渠道是足够顺畅的。总而言之呢，胡塞武装手中各种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虽然都有过实战和战果，但也有着各自的毛病，要么打得远没精度，要么杀伤力强但是没射程。因此这些导弹在遭遇美军的宙斯盾舰之后呢，就失去了继续前进的机会了。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